有百病皆生于气的说法，所以人人都应该要少生气。但是很多女性总是爱生气，生气之后的情绪垃圾积攒在腋窝、双肋这里，时间长了就容易发展成为大问题，还会这里疼那里疼，睡不着等等，甚至开始长东西。清肝散的使用方法我放在视频最后了，下面先分享3个动作，专门分享给容易爱生气的人，来帮助疏肝解郁。第一个动作，敲膻中。膻中是气的交汇点，位置在我们两乳头连线的中点。那么女性的话可以这样子找，我们先摸到剑突剑突这里，往上量4横指，也就是3寸，好，大概就在这里。我们找到大概的位置就可以了，因为用敲打其实是敲一个区域。好，我们双手合十，用大鱼际对着膻中的区域，力度适中的敲打，先轻，然后再慢慢的加力。好，就这样敲打3分钟左右。敲打膻中具有理气、宽松的作用，也能调节情志，身体的快乐都是从膻中这里喷发出来的，所以多敲打膻中有助于心情愉悦。第二个动作，开章门。章门是肝经、胆经的交汇穴，具有理气、散结的作用。先找到章门，我们自然站立，然后手夹肋，曲肘夹肋，肘尖所指的位置就是章门所在的区域。章门左右都有，找到位置，我们用掌根来推章门。好，放在章门的区域上，用力的往下推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可以每次推3到5分钟。推完之后，我们做第3个动作，推太冲。太冲位于脚背，在第2指骨结合部之前的凹陷处，这里就是。一般我们可以用手来推，但是推太冲呢是要用点力的。为了保证这个力可以渗透进去，我用这把梳子，这个圆润的点，好，从上往下推，稍稍用力，现在就很有感觉了，因为这个力已经渗透进去。每次推3分钟，左右双脚的太冲都要推。太冲也被称为出气筒，人体的气都可以从这里散出去，具有疏肝的作用。大家好，头痛在生活中是很常见的，毕竟在头部，有头痛多时了，就要及时去医院做些检查，遵医嘱。在平时，我们也可以通过疏通经络来辅助调养。在头痛当中，最多见的就是偏头痛了。下面向大家分享2个疏通方法。第一个是左偏头痛，这个偏头痛往往是和我们的肝经有关，所以我们要坚持疏通肝经，调养肝血。那么具体的做法，首先在足背部沿着肝经循行，就是这一段，然后呢5指并拢，力度适中的拍打足背，左右足背每次5到10分钟，然后再插按大敦穴，这个穴位在拇指末节外侧，距指甲角0.1寸处，就在这里。找到穴位，我们稍稍用力的插按，长压10秒，然后放开3秒，然后重复做10到15次，左右穴都要做。第2个就是右侧偏头痛，根据传统养生气机循环的观点，这一边都和我们的肺气有关，所以右边偏头痛要多疏通肺经。
疏通的方法很简单，用个牛角的刮痧板，我们刮肺经的前臂段就可以了，从肘部一直往下走，走到大拇指，我们就刮这一段就可以了。拿刮痧板后的一面，从肘部往大拇指方向刮，力度适中的刮，不追求出痧，起到疏通作用就可以了。每次刮个3到5分钟，左右肺经都是这样子做。好，本次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现在大部分人都复工了，但是上班后，很多人工作还是不在状态，都忘了自己该干什么了，经常一片混乱，总爱忘事，工作难以做出决策，精力不能集中，性子也是变得烦躁难耐。这时候就需要养肝了。今天向大家分享一个养肝的穴位和一条养肝的经。这个穴位就是太冲穴。太冲穴又名消气穴，太冲穴位于脚背，位于第一、第二指骨结合部之前的凹陷处，就在这里。找到穴位后，我们用拇指掐按，稍稍用力的掐住5秒，然后再放松，再掐住5秒，再放松，就这样重复做5到10分钟。做完一边，再做另外一边。太冲穴它是肝经的原穴，当情绪压抑无法排出的时候，掐按太冲穴，能最大限度的把身体的郁结冲出去，解郁散结，疏肝理气，慢慢为你带来平和的能量，烦躁不安的心情就会慢慢缓和下来，对疏肝理气非常好。好，点按完太冲，还要揉地经。人体有天地人3经，地经是最容易找的，它就在我们的足底。脚地经，我们先把脚趾翘起来，这里呢就自然浮现出一条经，这条经就是地经。找到地经，我们用擀面杖来滚地经。我们把一根擀面杖放在地上，然后双脚踩在擀面杖上，把脚趾翘起来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滚，这样呢就可以很好的滚到地经。脾气暴躁的人，这条经就硬，像紧绷的琴弦一样；肝气不足的人，这条经就软弱无力，因为血不下行，得不到滋养。肝气衰弱的人，比如经常酗酒、忧虑的人，这根筋会很粗，但揉起来毫无感觉，像麻绳一样。我们坚持这样，把地经揉顺了，把地经揉出来，全身的筋骨经络就疏通好了，肝也就顺了。以上的动作对肝好，对身体也很好，大家坚持做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我们5脏6腑都有相关的养生穴位，今天向大家分享一个养胆护胆的经外奇穴——胆囊穴。这个穴位男女老人都可以用。胆囊穴在小腿外侧上部，当腓骨小头前下方凹陷处，就是阳陵泉，再直下2寸。在阳陵泉直下2寸左右，脚压痛最明显的地方，穴位就在这里。脚的位置用拇指指腹点揉。胆囊如果有问题，点揉到都会比较痛，这个是正常的。要坚持点揉，每次点揉5到10分钟。
做完一边再做另外一边。我们常常点油，就可以利胆、通腑，同时你还可以收获防御和消除某些精神刺激，比如大惊大恐等等这些的不良影响。因为胆合于肝，助肝疏泄，以调畅气机。我们肝胆相济，人的情绪、心理就会调和稳定。遇到剧烈的精神刺激，对人造成的影响也不会很大，恢复也比较快。如果是遇到刺激，老是导致做噩梦惊醒，那就要多坚持点油这个穴位。有句话，凡实脏取决于胆，所以在养生里，胆的功能正常，其他脏腑就会小得问题。尤其是现在胆囊就已经有问题了，更要坚持用这个穴位，无论男女老人都可以用。好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中医养生讲究的是顺四时而适寒暑，春季气候温燥多风，再加上肝气与春气相通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肝最容易受到温燥之邪的侵犯。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温燥伤肝呢？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按揉太冲、太溪穴、三阴交这3个穴位来养肝护肝，防温燥，保健康。首先我们来说说太冲穴。太冲是肝经的原穴，相当于储存肝经元气的仓库。经常按摩太冲，能很好的调动肝经的元气，使肝血充盈，肝气柔和。太冲穴在足背部第一、第二指骨结合部之前的凹陷处，这里就是太冲穴。找到穴位，用拇指指尖垂直往下揉按，稍稍用力。按揉的时候会有一种特殊的酸胀疼痛感，以个人耐受为准。每次左右各按5分钟，早晚各1次。太溪是肾的原穴，肝属木，肾属水，滋水涵木，所以养肝要先滋顺。经常按摩太溪，具有滋阴益肾、养肝护肝的作用。太溪穴在足内侧，在内踝尖与脚跟腱之间凹陷处，就在这里。最后到三阴交穴。三阴交虽属脾经，但是同时兼合肝肾2经，经常按摩三阴交，具有健脾和胃、补肝益肾的功效。三阴交的位置在小腿内侧，内踝尖上3寸，胫骨内侧缘后方。按压有酸胀感，即为三阴交穴。找到穴位，用拇指指腹揉按穴位5分钟。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，如果怀孕的人不能按摩刺激三阴交穴。三阴交是双侧穴，左右脚各1穴。好，趁着春天这个养肝的好季节，大家多养养肝。好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春天是养肝最好时节，现在很多人不太重视养肝，动不动就天天熬夜、喝酒、生闷气等，殊不知这些小小的动作
已经严重的伤害了我们的肝脏。肝在中医上属于将军之官，主疏泄，能够调畅气机，舒畅情志。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老感觉到压抑不开心呢？其实很多跟我们郁结的肝气有很大关系。肝气一旦郁结，就会影响气机的升降，进而影响情志的不畅，慢慢的就容易导致心烦、易怒、口苦、失眠、心情压抑等等一系列的健康问题。所以想要每天心情好，就得好好养养肝。趁着春天这个最佳的养肝时节，我们一起来养养肝，调达下肝气，调畅下气机，愉悦下心情。今天给大家分享2个养肝的小方法，每天坚持做，疏肝理气，让你每天好心情。第一个方法，操两腋。肝邪居于两腋，但凡我们体内的肝气郁结了，郁结的肝气就会聚集在2个腋窝里面。敲打腋窝就是为了把郁结的肝气驱散出来，以达到疏肝理气的作用。敲两腋很简单，我们一手抱头，另外一只手握空心拳，力度适中，敲打腋窝。敲打3-5下后，换另外一只手敲打这边的腋窝，如此左右轮流反复的敲打，每次左右2腋窝各敲打100到200下。有些人刚开始敲打腋窝的时候会感觉比较痛，有点担心，不敢再继续敲打了。其实这大不必要担心，坚持敲打就行。过一段时间，等郁结的肝气慢慢疏散出来了，我们再敲打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了，反而会感觉到越来越舒服。第二个方法，推两肋。我们双手握拳放在2腋下，全面关节压着肋骨，然后稍稍用力的往下推，速度要稍稍快些，推的力度要适中，以2肋微微发热为宜，每次推100下，早晚各做1次。推2肋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疏肝理气，降降肝火，还可以让我们全身的气机调达，让你的呼吸更加舒畅一点。好，本次关于养肝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大家都知道气大伤身，但遇到不愉快时还是会大发雷霆。其实你的每一次生气都会对身体产生巨大影响和不可逆的损伤。有3个时刻生气是对身体最大的伤害：1. 怀孕的时候；2. 哺乳的时候；3. 月经前后。虽然我们都不想生气，但是如果生气了怎么办？不要强行制怒，生了气需要合理转化，不转化可能会开始是一口无形的气，慢慢的就会变成痰淤血等，变成有形的，进而危害身体。当我们已经生气或者快要生气的时候，不妨多按按身体上的4个解气阀，这不但能够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，而且还能够消除心里的怒气。1. 爱生闷气的人按脚面的太冲穴。太冲穴所在的位置是人体足厥阴肝经上的重要穴道之一，又称消气穴，位置在第1、第2指骨结合部之前的凹陷处，就在这里。找到位置，我们可以用拇指指腹用力按揉左右脚的太冲穴，使局部产生较强的宣胀痛感。
每次按揉3到5分钟。2、快发火的时候抠掌心，人在快要发火的时候，可轻握拳头，用中指抠自己的掌心处1到2分钟，就这样稍稍用力的用中指抠，这样能起到清心火的作用。因为这里是劳宫穴所在的位置，属于心包经，心包经对心脏起保护作用，按摩劳宫穴可以起到静心凝神、镇静醒脑的作用。3、生气胃胀揉小腿，当生气感到胃胀时，可按揉小腿外侧，能清除肠胃的浊气，起到顺气的作用。因为这里是足三里穴的所在，找足三里，我们先找到外膝眼，外膝眼下4横指，距离胫骨2个中指，这里就是足三里穴。生气胃胀时，用大拇指或中指按压足三里穴5到10分钟，以感到宣胀发热为宜。4、气得发抖搓脚心，有些人生气起来会气得浑身发抖，这时候按摩脚心能起到安神的作用。因为这里有一个人体的重要穴位涌泉穴，它是肾经之首，位于足底，在脚掌的前1/3，弯曲脚趾时的凹陷处。生气时用双手大拇指摩搓两足底涌泉穴10分钟左右，能令人气血畅通，脾气自然慢慢消除了。好，上面给大家介绍了身体的4个解气法，气大真的很伤身，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解，就会积聚成结节，对身体非常不好。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其实身体不舒服很多都是气出来的，所以我们要少生气。很多人生气之后会心口痛、肋骨痛、心脏痛、失眠早醒等等，其实都是气堵在胸口，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抒发，就会引发很多问题。所以爱生气的人把气排出来，帮助疏肝解郁。今天给大家分享2个疏肝解郁的动作。第一个，敲膻中。膻中穴属任脉，是肺经、脾经、心经、肾经和任脉的交汇穴，具有理气宽松的作用。它也是一个调节情志的穴位，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敲一敲这里会舒服很多，同时也会把郁结在肝肺的气排出来。膻中穴在我们两骨头连线的中点，就在这里。好，我们用大鱼际力度适中的叩击。好，就这样力度适中的叩击，每次做个5到10分钟就可以了。第二个动作，开章门。我们先曲肘尖所指的位置就是章门，我们从双肋骨开始，用掌根往前推章门，每次推5分钟。章门是肝经胆经的交汇穴，具有理气散结的作用，是脏气出入的门户，经常推章门，化解肝郁。好，以上2个动作，肝气郁结严重的，平时爱生气的人，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很痛，越是痛越要坚持疏通，坚持一段时间后，肝气顺了，痛的感觉就会慢慢消失了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我们的胃主纳，所以也叫做仓廪之官。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先由胃加工，再由脾卷运。现在很多人的胃都处于不健康的状态，表现有很多，比较常见的就是胃阴不足了。这些人都喜欢熬夜，所以阴血亏虚引起胃阴不足，
一般多表现有时不时有隐隐的烧心、肚子饿，也没有食欲、常口干，还有些人还伴有大便干燥、五心烦热。下面向大家分享一个针对这个胃阴的日常养生保健方法，很简单，就是坚持点按三阴交。好，下面大家跟我找一下这个穴位。三阴交在小腿内侧，在内踝尖，直上3寸，胫骨后缘，就在这里。找到位置可以用拇指点按，也可以用工具点按，每次点按15到30分钟，就起到养胃阴的作用了。晚上9点左右，三焦经当令时，按揉的作用是最好的。经常烧心的人，平时可以多吃点大白菜。中医认为，大白菜微寒、味甘、性平，归肠胃经，有养胃生津、除烦解渴的作用，对胃阴不足也有一定的帮助。还有，不要再熬夜了。好，本次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熬夜已经成为年轻一族的生活常态，人人熬夜，慢慢成为社会的主流。熬夜不仅影响我们的精神状态，更重要的是，熬夜会直接伤害我们的肝脏。晚上11点过后是肝脏自我排毒、自我修复的关键时期。这个时间段熬夜不休息，肝脏就无法完成正常的毒素排泄，导致新鲜气血无法生长。长此以往，肝不养血，久而久之就会皮肤粗糙、暗淡、人疲倦、咽干口苦、脾气大等等，影响人体的健康。那么我们在熬夜过后该如何养护我们的肝脏？下面分享3个穴位，熬夜后点揉能更好的养护我们的肝脏。第一个，点揉奇门穴。奇门穴这样讲，我们乳头直下，用手摸，推2个肋骨，这是1、2，好，找到，然后在距离正中线大概就1巴掌，就在这里，按中呢会有明显的酸胀痛感。那么找到两边的奇门，我们用掌根压住，力度适中的搓揉。搓揉的时候，我们配合一下深呼吸，有助于体内郁结的肝气更快的排出。每次左右奇门穴搓揉100圈左右。第二，推太冲行健。太冲穴在脚面，在第1、第2指骨结合部之前的凹陷处，这就是太冲。行健在太冲的前面，在大拇指、2指、指婆缘的后方赤白右际处，就在这里。这里是行健。那么找到这2个穴位，我们就用拇指力度适中的往行降方向推。肝气郁结的人呢，推到这样一段呢，会感觉到明显的酸胀痛感，甚至会感觉到很痛，这是正常的。坚持推，把这一段淤堵点推开，郁结的肝气就可以自然的排出去。左右脚各推5到10分钟，最好是睡前做。好，熬夜伤肝，大家都懂的道理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小熬夜，
小伤害我们的肝脏。如果实在是避免不了，熬完夜之后，我们可以做以下2个动作：疏肝利胆，排出郁结的肝气，给肝脏减压、排毒，尽快恢复其正常的功能。好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